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上堂课的回家作业是，请大家思考一下性和修行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想一想呢？有关这两者的关系，有太多的观念和奥秘要知道，阿吴在接下来几堂课会一步步的和大家说明。首先来说说修行的两条路吧。若想要认识真理，想要真的了解到是什么，想要掀起面纱一窥神的容颜，有人选择往外界走，探索大自然与宇宙外太空；有人选择往自己的内在研究，于是发展出各种修行、修炼的方法。即使是往内在研究的修行，又大致分为两条路。一条路是向精神意识深入，走向得定与悟空方向，以佛家为代表，也就是我称的空法。一条路是往自身的物质能量探索，以修气脉、脉轮、能量为主，以求达到天人合一，以道家及密宗为代表，也就是我称的有法或魔法。这两种修行的方向的方法，宗教派别繁多，各方人马从古至今展开不同路线，如史诗般追求圣杯，追求真理的奇幻冒险旅程。当然，这是粗浅的划分，佛家虽以空为主，却也包含了许多能量练习；道家、密宗虽以气脉为主要练习，却也包含空的领悟。双方走到真理的大门前，都会看到对方，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打开大门，两者需要手牵手才能一起推开神的大门。这是另一个神圣二分法与融合法的美丽故事。然而，许多初步修行的人无法领会或不知其中的空有奥义，会彼此批评，互相看不起对方。修佛的批评道家只会整天在臭皮囊身上转，修气脉的笑佛们只会谈虚无缥缈的空，不会调养身体，体弱多病。琥珀神秘学院的教学是以得定悟空为主轴，再搭配有的融通，所以前10集第一步先以观音法门带大家进入定境，第二步才来说能量，这是比较稳当的修行程序，也是阿吴推荐的顺序，但当然不是绝对的。也有人天生就对于能量比较能领略，并能从其中悟出空性。方法不是固定的，还需以每个修行人自身的状况来调配。所以细腻的、诚实的时时反省自己的修行状况就变得很重要。那可不可以既修空又练习能量呢？当然可以，只是初学者还是要以一个方向为主轴，另一个搭配，不要朝三暮四，把自己弄得很乱，观念很乱，方法也乱，这样很难有进步。介绍完了修行的两条路，让我们再聚焦回能量魔法的教学吧。关于能量启蒙和魔法运用，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非常单纯、纯粹的人，才可能开启真正魔法的大门。你需要拥有像小孩一样的心，单纯、简单、纯粹，并懂得玩乐。唯有如此，既神秘又神圣的事件才会降临到你的身上。现代都市丛林的人们多数已经被训练成太过复杂的头脑，所以许多人感受不到能量的震动，感知被封印住了，当个麻瓜在所难免。所谓单纯、纯粹的心是什么？是指不被人类社会的种种制约所限制，勇于突破和尝试的勇气。这方面和我们之前讲的得定、悟空需要不被思想头脑画地自限的概念一样。人类社会有许多应该，例如男人就应该怎么样，女人就应该怎么样的信条和约定俗成，有非常多的观念和限制加诸在你的身上，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你深层的意识中。很多人不想承认，但多数人根本没发觉自己的思想信念其实是被安排往某个方向去进行，你不用思考就直接反映出来了。例如我们提到性，你就自然会出现很多想法，你喜欢的与你讨厌的等等，这些都是一层层的绳子捆着你，你对于此事被许多思想与情绪占据了，以至于你无法真正感受过真实的世界。而这些能量与魔法就一直待在真实的世界中，不是他们躲起来，相反的是你自己躲起来。你把自己眼睛遮住，嘴巴耳朵塞住，关在密闭的箱子中，而这些就是你在地球、国家、文化、社会、家庭的一层又一层的制约，有些显而易见，有些你无法察觉。所谓变得单纯、纯粹，就是一层一层、一项项地解开你心中的那些应该。你需要解开这些束缚，你需要在你自己的内心去进行这项回归行动，而不惊扰了你周遭环境与人们。因为这体制的系统随时可能会想尽各种方法阻挠你。站在这个体制的角度，他们非常有理由这么做，所以你需要低调。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很多信念都与真实世界刚好颠倒，所以当有人可以解开这些烙印在人类深层意识的教条制约时，这个人对于周遭的人反而会成为一种威胁，一种危险的存在。此时这个人就像是电脑里的 bug， 对于体系而言，他会成为破坏者，因为他可能会影响体系的其他个体。在此体系里的既得利益者或信仰者就会觉得芒刺在背，非除之而后快不可。所以若有解开人类制约束缚，变得单纯，在深深信奉当今人类社会的这个体系看来，反而觉得此人是恶魔，是魔鬼，是淫秽的，是邪恶的，是叛徒，是反叛者，是造成动荡的罪犯。所以自古这些单纯、纯粹又习得魔法的人们就会变得非常低调。他们有些人会定时集会讨论，形成一个小组织，对于此秘密魔法互相探讨研究并教导与传承。这就是人们称为秘密组织与神秘学院最原始的发展情况。因为对于外界而言太过于神秘，所以总是被当局视为眼中钉。当然，这些组织经过岁月的流转，真正懂得人慢慢式微。许多组织最后失去奥义的领悟，变成空壳或只会做样子、玩玩形式的社团。这和阿吴之前介绍的方便法门的演进是一样的状况。这方面请参考琥珀视频的第2集内容。当然，大家不要搞混了，我指的是真的神秘学院，真的修炼魔法组织。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秘密组织是以犯罪、密谋为目的，那些就和上述的神秘组织没有关系了。而且这种犯罪组织其实占秘密组织的大多数。你想想，哪有那么多人会能量魔法以及其修炼呢？但人们总是会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不管是真的魔法修炼组织还是犯罪组织，对于人们也分不清楚谁是谁。反正都是威胁，都是需要被铲除的。以上是阿吴简单的说明人们好奇的神秘组织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一时间无法分得清楚上述2类组织。等你有一天修行，有机会能量被启蒙了，到了某一阶段，
你就自然可以看清楚了。让我们再拉回来到解开人类社会制约的束缚，变得单纯这件事。我知道你会害怕，你会担心的想，若没有这些，真的可以吗？男人不这么做真的可以吗？女人不这么做真的可以吗？那不就变得没有道德的约束了吗？那不会天下大乱吗？你不只承受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你也承受这社会文化的压力。所以阿吴从来没有说解开这些制约是容易的，这是困难的。你不只需要保持开放的心，用头脑去好好观察思辨一下，也需要有勇气，因为那会让你变得赤裸，但也会使你变得更加轻盈，而往自由之地迈进。当然，这也和控法中定的练习程度相成，如此你才有办法看清并一个个解开人类的种种制约。习了定，能量神通也会有些领略。禅定容易引发神通，这两者的关系阿吴之后再来说明。你不必表现得惊世骇俗，你不用伤害他人，只需在你心中解除一个一个理所当然的信条即可。外在的形式并不重要，并不是要你解开束缚后就开始放荡不羁，开始伤害他人。你可以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在内心进行。这堂魔法课的回家作业是列3项你觉得男人或女人应该或不应该做的事或表现，写下来，放在书桌上，每天看到就想一想，然后问自己怎么会有这些想法，是谁植入了你这些应该与不应该呢？然后去质疑他们。例如，男人就不应该穿裙子，女人就应该穿内衣等等。如果你一时想不出来，你只要想想你希望自己的儿子以后表现的有什么男性特质，你希望你的女儿未来表现的有什么女人特质，把它们列出来。注意，这些想法没有好与坏，它们是有些场合适合的工具，有些场合则不需带此工具。现在只是这些工具反客为主的肆意掠夺你的人生，你需要夺回你的自由，但并不代表你就要完全舍弃这些工具，你只需要变回自己的主人即可。以后的任何场合，如果你需要这些工具，你还是可以自由地使用它们。现在，阿吴要来传授你炼金术精髓。自古只有很少数人知道并传承，虽然说了，程度莫到也听不懂，但这是说给未来的你听的。是的，就连某种思想、某种主义、某种哲学都可以当作你某种场合的工具。你不必一生都信奉某种主义和哲学思想，因为所有的主义和哲学思想都是真理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始终深深信奉某种思想，以人类的二分逻辑，你很容易会排斥与憎恨另一种相反的思想。而当你排斥另一种，接受另一种，你就是接受了真理的一个面向，而排斥真理的另一面向。接受真理的一部分，而排斥真理的另一部分，那就还不是真理。真理是一体的，它无法被切割。你可以喜欢或倾向某种观念，但你应该知道，当你会喜欢白色，是因为世界上有黑色存在。白色因为黑色而相对存在，你可以喜欢白色，但当你憎恨黑色时，就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代表某种层面而言，你也憎恨白色，所以在更深的层面上，你无法分割这两者。当你领会了，它们在你的世界就会再度统一、合并、融合、交构，这是神圣二分法的奥义。当你把这奥义放在你自身有关性别、有关男女、有关阴阳身上时，当你真的心领神会时，黑与白、阴与阳、男与女会再度融合在一起，而形成一，这样的融合像似身体性的交合，但身体的交合只是粗浅的，而你自己心理、精神与灵性上的阴阳融合才是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想急着外在肉体的交合，经过某种特殊的设计程序以达到内在的阴阳融合为一，而在体内开启神的能量，
这就是双修的用意。这是一个方法，绝大多数双修的人都还达不到这个程度，而达到此修行程度的人也不需要靠双修了。双修这个法门，阿吴看来，只是能证明可以借由外在的融合达到内在的融合而已。但其实你也不用靠双修而达到开启神的能量，只要靠内在的领悟和特殊方法就可以了。当二元对立在你的灵性、精神、心理都再度合一，昆达里尼也就是周火的能量就会在你体内苏醒，那时魔法的大门才会真正开启，那是有关魔法震动的能量的钥匙。在此之前的练习都只是暖身运动而已，这是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奥义，我知道大家听得一头雾水，以后有机会阿吴会再次说明。这堂课就先到此了，再说就说不完了，作业记得做哟。下课，拜拜。